有缘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意识觉醒频道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时，从明天起，红红火火的好运将会降临，财运像潮水一样涌进你的生活。如果你是有福之人，不妨在心里默念一句觉醒顺遂，从此你和家人会被福星照耀，财源滚滚进家门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清明节祭祖时需要带上的3样东西。这些东西今年清明一定要准备好，能让祖先保佑你家财源广进，子孙兴旺发达。俗话说得好，百善孝为先，祭祖是我们国家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。这不仅是一种信仰，更提醒我们这些中华儿女要时刻缅怀祖先的恩德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祭祖也被叫做上坟，通过这个仪式，我们向逝去的祖先表达敬意，寄托晚辈的思念之情，同时也为子孙后代树立榜样，让他们在成长中自然懂得孝顺的重要性。老辈人常说，清明上坟带齐5样，后代子孙才能兴旺。那到底是哪3样东西最关键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1样，祭拜的贡品。清明节去给祖先扫墓，贡品是必不可少的准备。这不仅是对祖先孝心的体现，还寄托了后辈希望家族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。贡品的选择在古代很有讲究，比如百单不百双，意思是放红色的东西，不放白色的东西。常见的贡品有3个苹果、5个香蕉等等。具体来说，苹果象征平安，寓意一家老小平平安安。豆腐代表多福，希望福气多多。生菜谐音生财，寓意升官发财。橙子谐音诚，表示诚心诚意。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带的，比如空心的食物，像是空心菜，因为这意味着无心，不够诚恳。还有一些寓意不好的贡品，比如梨，因为它和梨同音，容易让人联想到分离，栗子也有裂的谐音，也不吉利。另外，别忘了准备酒水。祭祖时，把酒水洒在坟墓周围一圈，就像给祖先敬酒一样。很多地方还有个习俗，祭祀完后会把贡品带回家，给小孩子或者身体不好的人吃，寓意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。第2样，香火和纸钱。去祭祖时，带上香火和纸钱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代表了晚辈对祖先的敬重。祭拜前，先点上3炷香，然后摆好贡品。这3炷香有讲究。第1炷香敬天，感谢上天的庇护；第2炷香敬地，感恩大地的滋养；第3炷香敬祖先，表达对家族先人的思念。点完香后，还要烧一些纸钱，比如元宝形状的冥币。烧纸钱时有个小技巧，在地上画个圆圈，留一个开口，这样寓意钱财送到祖先手中。烧的时候，后辈要跪下磕头，心里默默说一些想对祖先说的话。古人相信，烧掉的纸钱会送到另一个世界，让祖先在那边也能过上好日子。而祖先收到这些财富后，自然会保佑后代子孙平安顺利，财运亨通。第3样，虔诚的心。上坟可不是随便走个过场，这是一件庄重严肃的事情。我们国家自古讲究尊卑有序，所以祭祖通常是由家族里的长辈带着晚辈一起进行。如果在上坟时嘻嘻哈哈、打闹嬉戏，或者说话不注意分寸，甚至说出冒犯祖先的话，那就是对祖先的大不敬，也是不孝的表现。
这样不仅得不到祖先的保佑，反而可能招来不好的事情。想想看，逝去的祖先里，有些人活着时可能是家族里的顶梁柱，有些人默默为家里付出了一辈子，可能还没享受到福气就去世了。作为后代，我们要心怀感恩，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祭拜，在心里默默祈求祖先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。清明节上坟有哪些禁忌？除了带上贡品、香火和纸钱，以及一颗虔诚的心去祭祖，清明扫墓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不小心犯了禁忌，可能会不仅得不到祖先的庇护，反而影响到家族的运势，甚至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。这些禁忌并不是迷信，而是几千年来老祖宗总结出的经验，蕴含了对自然、对生命的尊重。今天我就详细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清明扫墓禁忌，帮助大家更好地完成这个传统仪式，祈求平安与福运。1. 墓碑上的碑字不能乱动。在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农村或传统习俗保留较多的地区，坟墓上会有立碑的习惯。这个碑字通常是放在墓碑旁边的小物件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作用可不小。它既是对逝去先人的一种尊重，也是风水学里的一种传统做法。简单来说，先人的骨灰或遗骨埋在地下，被认为能连接地下的气息，也就是所谓的地气或龙脉。而这个碑字就像是手机的天线，起到了沟通天地之间的桥梁作用。通过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后人相信先人的灵魂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敬意，同时也能让墓地的风水保持平衡。所以这个碑子非常重要。祭拜时千万不要随便去移动它的位置，更不能因为好奇或者觉得它摆得不好看就调整它的朝向。如果上面落了灰尘或者被杂草遮住了，稍微清理一下就行，但绝对不能随意挪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乱改位置可能会破坏坟墓的风水布局。风水学里讲究的是方位和气场的和谐，如果这个天线被打乱了，可能会让原本顺畅的气流受阻，进而影响家族的运势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家族一直平安顺利，没有什么大风大浪，那这个碑子平时就不需要特别去管它。但如果发现坟头长了很多杂草，甚至盖住了墓碑和碑子，那可不能放任不管。坟墓上的植物如果长得太茂盛，会遮挡阳光和气流，对家族的气运和健康都不利。比如，有些老辈人会说，坟头草太高，家里人容易生病或者做事不顺。所以，扫墓时一定要把这些杂草清理干净，保持坟墓整洁，这样才能让祖先安息，也能保佑后人顺遂。2. 别在坟前摆放新物件或种树。有些朋友出于好心，觉得坟前空荡荡的不好看，想放点装饰品，比如花盆、石头，或者干脆种一棵小树，觉得这样既美观又有生气。但其实，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做法并不合适。风水里有个词叫山环水抱，意思是好的墓地应该有山有水，周围的环境能自然聚拢福气。一个坟墓的风水好不好，关键在于它能不能接纳山势和水流带来的正面能量。如果周围的风水条件本来就很好，能给家族带来财运或者平安，但你在坟前放了东西或者种了树，反而可能把这些好运挡住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坟墓背后有座山，前面有条小溪，风水上这就是个巨福的格局。但如果你在坟前放了个大花盆或者种了棵树，挡住了水流的方向或者山的视线，就等于把福气截胡了。不仅起不到美化作用，
反而可能让原本的好风水变差。所以像盆栽、小树、石头这些东西，如果不是原本就有的，能搬走的尽量搬走，千万别随便摆放。祭祖时最好保持坟墓周围的自然状态，这样才能让祖先安宁，也能让后人受益。3. 扫墓时间有讲究。清明扫墓的时间选择也很重要，最好选在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，也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尽量在下午3点前完成整个祭拜过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天阳光充足，阳气旺盛，适合祭祀这种庄重的活动。到了傍晚，太阳下山后，阳气会逐渐减弱，阴气开始变重，尤其是墓地这种地方，本身就容易让人觉得阴森。如果你是运气不太好，或者身体比较虚弱的人，晚上再去扫墓，可能会感觉不舒服，甚至影响到自己的状态。一般来说，清明节前后5天都可以扫墓，比如清明节前2天和后2天都行。但有个日子是例外，那就是寒食节，也就是清明节的前1天。这一天在传统里被认为阴气特别重，不适合上坟。古时候寒食节还有禁火的习俗，大家都不生火做饭，更别提去墓地祭拜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严格遵循老规矩的人，寒食节这天就先在家休息，等到清明当天再去扫墓。另外，扫墓时间的长短也要控制好，不要拖到太晚，既是对自己的保护，也是对祖先的尊重。毕竟祭祖的目的是祈福，而不是给自己添麻烦。4. 别把阴气带回家。扫墓时保持平和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去墓地祭拜要怀着尊敬的心情，不仅是对自家祖先，对周围的墓地也要有礼貌。比如别在墓区乱扔垃圾，也不要在墓地吃东西喝水，这些行为都可能被认为是对逝者的不敬。如果是情侣一起去的，更要注意别在墓地打闹嬉戏，因为这种轻浮的态度可能会冲撞到阴气。从墓地回来后，最好不要直接回家，可以先去人气旺的地方转一转，比如超市、商场这些地方。人多的地方阳气足，能帮你驱散从墓地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，让心情变得开朗起来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容易受环境影响，或者身体比较弱，胆子小，可以试试老辈人常用的过火盆方法，就是在回家前点一个小火盆，里面放些柴火或者纸钱，然后跨过去。这个做法的原理是用火的阳气来去除可能沾上的阴气，让你干干净净的回家。还有一点，回来后最好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把鞋子刷干净。这样不仅能让自己感觉清爽，也能彻底把墓地的气息清理掉，避免带回家影响家人。5. 衣服要得体，别太鲜艳。清明扫墓是个严肃的活动，穿衣服也有讲究，不能穿得太花哨，尤其是大红大绿的颜色，在传统里被认为不适合祭祖的氛围。红色代表喜庆，绿色太鲜艳，都和扫墓的庄重气氛不搭。最好选择深色的衣服，比如黑色、蓝色、灰色，这些颜色显得沉稳又得体，能体现出对先人的尊重。女生化妆的时候尽量简单一点，别浓妆艳抹，素颜或者淡妆更符合祭祖的场合。男士可以戴帽子，到了墓前脱帽行礼，这是对逝者的敬意。总之，穿得朴素庄重，才能和清明节的氛围相匹配。如果你穿得太随便或者太显眼，不仅自己觉得不合适，别人看了也可能会觉得你不够重视这个传统。6.
烧纸钱要烧完再走。烧纸钱是祭祖时很常见的一个环节，代表着给先人送去一些物质上的寄托，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。但烧纸钱也有讲究，千万别烧到一半就着急走，一定要等纸钱全部烧完才离开。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这个传统，虽然现在提倡环保，烧纸钱的人少了，但这个习俗依然有它的意义。如果纸钱没烧完就走，首先是对先人的不敬，等于送的东西没送全。其次，半烧的纸钱留在墓地，可能会有火灾隐患，特别是在草木茂盛的地方，小火苗一不小心就可能蔓延开，引发大问题。所以祭拜完后，别急着收拾东西走人，先检查一下纸钱是不是都烧尽了，确保没有火星残留，这样才能安心离开。哪些人不适合去扫墓？清明扫墓虽然重要，但有些人最好暂时避开，以免影响自己或家人。孕妇扫墓是个严肃的场合，孕妇身体和情绪都比较敏感，容易受到影响，所以最好在家休息，保护自己和宝宝。生病的人扫墓时可能会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，加上心情低落，身体弱的人容易加重病情，所以建议先养好身体。婴幼儿小宝宝免疫力低，墓地的环境对他们不利，而且他们不懂规矩，可能会哭闹，影响祭拜的氛围。清明扫墓不只是个形式，它承载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传统的敬畏。每一条禁忌，每一个规矩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。遵循这些习俗，不仅能表达对先人的敬意，还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带上贡品、香火和虔诚的心，好好祭拜祖先，给自己和家人祈求平安与好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有缘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内容有意思，请点个赞，关注我的意识觉醒频道，每天都会给你带来更多有趣又有用的知识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